您好，我是韩国牙科医袁长进英在博士。今天我不是在医院讲课，但在家里。这是我第一次在家里讲课，我想将来我会偶尔在家讲课。今天的主题是重植体药核 （Implant Occlusion）。上周六，我为南扬州牙齿项链进行了题为重植体药核的继续教育讲座。我们讨论了天然牙和重植体之间在咬合上的差异、正中咬合，然后是偏心、咬合接触和接触。我们在讲座中已经讲到这里，咬合的最大、最小法则，有时也被称为最小、最大法则。关于这一点，由于当前讲座时间不足，我提到我会在这个 YouTube 在线讲座中补充。所以今天我将讨论天然牙和重植体之间的咬合差异，以及如果可能正中咬合接触。下次再讨论偏心咬合接触和接触咬合。接下来我计划在大约4个课程中讨论最小和最大咬合的法则。重植体咬合的问题是许多牙医感兴趣的话题，因为现在有很多牙医在进行重植体，而在学习重植体的同时，他们对自己进行重植体植入非常感兴趣，但他们有很多担忧，因为他们并不真正理解重植体修复之后该怎么做，所以他们也不真正理解天然牙齿的咬合。那么他们如何理解重植体的咬合呢？有些人这样想，还有那些干脆说他们不知道的人。然后有些人会说，它是高还是低有什么关系呢？天然牙与重植体有什么区别？即使您不太了解，有些人认为，相较于天然牙齿，如果重植体的咬合较低也是可以的，或者为安全起见，您应该降低咬合或者减少咬合表面积。很可能，大多数人都在这个层面思考并使其践行。不过说实话，这有点不足，所以我准备了今天的讲座来讨论这个问题。首先，我将讨论重植体咬合。重植体的咬合并没有特别之处。天然牙齿和重植体的解剖结构有不同的生物力学反应。生物力学用一个词很难解释清楚，但解剖结构肯定不同，因此我们认为咬合会有所不同。基于此，我们的初天然牙齿和重植体之间的咬合差异。最引人注目的是，自然牙齿由亚洲韧带支撑，当然，直接的骨接触不会发生，但亚洲韧带连接到牙根的牙骨之上，而这个牙骨只起到了坏冲气的作用。由于亚洲膜的单性，亚洲膜拉伸并起到缓冲器的作用。亚洲韧带。另一方面，正如您在这张照片中所看到的，重植体直接与骨组织接触，我们称之为骨整合，这被表述为骨附着，但据说它实际上并不附着。大多数重植体表面是钛的，含有 HR 涂层方法和各种制造方法或表面处理，但也有一种叫做多型材料的东西。当重植体的钛表面暴露在空气中时，它会被一层氧化钛层，也就是氧化膜覆盖。不像会生锈的不锈钢金属，它是被这种氧化膜包围的。这种氧化膜防止对骨组织和人体组织产生任何有害影响，所以最终骨组织会在氧化膜旁边再生。如果持续施加压力，重植体周围的骨组织会变得非常紧密，这称为紧密接触。随着骨骼在几乎没有空隙的状态下再生，骨骼成为支撑重植体的结构。因此，由于这种结构和金属的不同，大多数重植体是由钛支撑的。因此，钛的特性对我们来说极为重要。不生锈的不锈钢是个合镍的合金，铬和镍的合金形成了一层铬层。那么，如果重植体是有个镍合金支撑的，铬氧化层覆盖金属的外表面，防止生锈。这个原则同样适用于我们的钻头。在重植体手术中，即使使用于挖掘骨头的钻头，使用不锈钢，这叫做 SUS 420件，
它们是用不会生锈的砖头，因为它不生锈的一个原因是外层涂有一层氧化镉。然而，当激光打表或加工粗糙时，这种氧化镉层就会被驳斥，而且它被暴露了。如果铬氧化层没有再次形成，该区域将会生锈。如果您查看我们冲制体的外壳砖头，您经常可以看到激光标记区域的生锈。事实上，几乎所有种植体砖头都会生锈。稍加思考，您可以理解为什么冲制体是由钛材料制成的。如果您选择一种不会生锈的材料，而不是钛，那么最终您可能会包含一种 HF 涂层。在 HF 涂层中，前基磷会是不会生锈，因为它不是金属。因此 HF 涂层的冲制体也能够在非常接近冲制体表面的地方再生骨组织。尽管它看起来像是附着在我们的眼睛上，但它实际上并没有附着，它处于紧密接触中，并且因为这个表面呢经过处理，因此在微米单位上是粗糙的，看起来不平整。这种粗糙都使其难以分吃，看起来好像它附着在冲制体上，然而它实际上并没有粘附，因此亲密接触就是这样的。如果在两块玻璃之间有水分，它们无法分开，你无法分开这两块玻璃，因此我将其视为表面张力的原理。因此，表面张力原理似乎在起作用，使冲制体能够持续地保持在骨组织中。所以，当查看大多数论文时，最有前途的冲制体材料时，被称为多型材料，不会生锈，它不会受到生锈的影响。因此，多型材料是非常推荐的。在过去有时熔炉的尝试，然后是银冲制体使用各种金属制成的，但最近它几乎普遍转向钛冲制体。冲制体和都有 HA 涂层的钛冲制体现在主要被使用。此外，大多数是由纯钛制成的，以及 HA 涂层冲制体作为刺激冲制体出手。因此，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多型材料，切绝不能生锈。锈最终会向骨组织释放有害物质，因此几乎每一次使用多型材料时，看起来已经得出了结论。过去也有蓝宝石冲制体，您怎么称呼它？或属是 SiO2 吗？这些材料也是存在的，这是一种不会生锈的材料。所以当这种材料被插入骨头时，骨骼在靠近冲制体表面的地方再生。在这个冲制体表面，这里是 TiO2， 由于有一层 TiO2， 它不会向骨骼释放有害物质。冲制体在口腔中持续存在的基础已经建立。最近人们注意到纯钛容易断裂，所以它被称为无机类嘛，它被称为64合金。它含有6%的氯和钒，那是 P 吗？无论是 P 还是钒，反正我们使用的是含约40%的合金，但氯容易生锈，而钒可能被归类为致烟物。所以现在看起来已经没有多少公司在用64合金制造冲制体了。此外呢，在美国的情况下，当冲制体断裂或撕裂时，似乎就会成为一个问题。因此，也许美国的产品仍然含有一些64合金，而且似乎几乎所有的欧洲产品都是用纯钛制造的。因此，看来冲制体是用纯钛制造的，而上铺结构最终是冲制体基态。由于纯钛支撑的基态有些脆弱，看来这些规定几乎已经与64合金统一了。他们不做 HA 涂层，几乎每个种制体公司都是用64合金，因此他们几乎用5基态制造所有的修复体元素，如上焊基态。所以这有点好笑。几乎每个人都是用钛，尚不用64合金标准化，这是很困难的。尚不是用64合金，我认为这也影响了 ELIC。所以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它在生物相容性方面有些问题。所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还不清楚。但是冲制体基态不断断裂，螺丝也不断断裂，所以几乎所有公司，您想使用强度更高的材料。然而使用更高强度的材料并不意味着螺丝不会松动。看起来由于螺丝经常松动，许多牙科主任与患者都感到不傻，那是一件事。因此冲制体的表面和骨组织紧密接触，
因此当时加药合力时，药合力通过基态传递到充质体，充质体将药核符再传递到相邻的吸收药核复合的骨组织。因此亚洲膜中的弹性范围大约是25毫米到100毫米，但是由于充质体没有亚洲膜，周向为1，约为3毫米到5毫米，并且测量出来的侧变大约是8毫米。因此根据这些论文，如果是加了药合力并发生过在亚洲膜变宽或被拉伸，我该怎么说呢？最后亚洲膜作为应力吸收器发挥作用，由于充质体没有这个功能，估计骨丧失立即发生。一旦这种情况开始溶解，它就会持续下降，最终充质体经历一个松动的过程。当时加压力时螺丝松动，最终基态或充质体常常会破裂。如果您考虑这个原因，那是因为支撑太刚性了，所以减压在这里没有作用。这有时会导致应力集中在充质体、若干基态和充质体之间的连接区域。以前有一种名为 IME 的充质体，在 IME 充质体的情况下，它添加了一个可以吸收振动的塑料组件，起到减震器的作用。该组件吸收来自药合里的应力，这一创新曾获得轰动性的人气。当我在军队服役时，大约是1992年，那时这个产品非常了不起。您通常只知道 Brainmark 充质体，但在那之前含有圆柱形充质体 HA 涂层，以及带有 EMI 的圆柱形充质体的 HA 涂层，它叫做 EMI 组件。这个想法是插入一个类似于银塑料的组件在中间，以吸收药合力。这吸引了压抑。从逻辑上看，这完全正确。然而，这款产品未能持久的原因是其零件每隔3到6个月就会损皮，因此患者每3到6个月就必须被召回以更换零件。更大的问题是，尽管如此，发生了既定骨丧失或周围验证，所以这个产品消失在历史中，不再存在。看来他们不再做这样的事情了。这个产品是在我服役时出现的，所以我想去德国学习这个，但是那是军人不被允许出国，所以我还记得感到有点遗憾。所以我记得它，这被称为是意图。如果您绘制一个图标，最终的区别在于亚洲膜的铀物，这取决于这个亚洲膜是否存在。我相信其余的属于亚洲病学的范畴。第二点是，当您考虑到这一点时，充质体直接接触骨组织，所以最终抵抗药合理的性能由这块骨头的厚度来决定，但大多数肌骨都是薄的。由于它们很薄，当负荷过重时，骨骼似乎会很快塌陷。对于天然牙齿，这种肌骨通过亚洲人带火的血液供应。从2方面来看，充质体周围的骨头没有亚洲人带，所以最终它直接暴露于牙和负荷，同时接受有限的血液供应，因此最终通常维护充质体会变得有些不利，而且冠状骨瘤时似乎迅速且容易发生。我认为这是需要考虑的事情。我们称之为充质体药核方案，这些助语现在用的不多了，但当我们在学校时用的相当多。Routine protocol, implant occlusal, occlusion protocol, occlusal protocol， 我不确定。方案是总结一个概念的东西，这是一个总结，告诉我们如何进行，最终有必要遵循这些建议。因此，如果可能的话，在正中和确保尽可能多的药核接触同时且均匀的形成，同时均匀，这是所说的内容。接下来是全方位的概念，我会在稍后讨论正中压和充质体压核时谈到这一点。他写的是关于药核不足，讨论了加侧药核或摄侧药核。我对摄侧药核非常熟悉，但加侧药核有些难以理解。在讨论正中药核时，我还会详细解释这一点。接下来，阴血间药核面下窄的工作态，然后让药核里沿轴向运动，照相重新，并减少非轴向力，这是充质体手术步骤。因此，了解此协议是很有必要的。接下来，片性压接触被称为顺序引导，我将在片性药核中详细讨论这一点，基本上就是在于减少压减倾斜度，这将有助于减少横向压力。由于侧向压力会使充质体弯曲，需要减少这种弯曲力。药核复合应更轴向地指向中心，当然这是正确的指导方针。接下来是叶监护齿，存在副功能是使用叶监护齿，因此
当一位含有磨牙症的患者前来时，我也会讨论使用焊点。原因是，如果不解决，从患者的角度来看，如果发生磨牙症，不仅天然牙齿受损，我相信充植体也不会持久。但各种植体实际上很简单，它们的咬合位至少低于相邻的牙齿。要何以形成？我认为这样必须恢复正常的牙齿形状，以实现美观的修复。然后您将临界接触稍微向这个表面移动，因为存在事物牵塞的问题，并且由于它是单个的，它会吸收旋转力。将2到3个溶壳连接起来的好处是不吸收旋转力。当处理单各种肢体时，咬合面的人和侧向力最终讲到质基台旋转，然后螺丝立即松动。所以我经历的是，在我过去做很多螺丝性充植体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第二膜牙充植体，尤其是当下含第二膜牙充植体放置后，螺丝松动现象发生的相当频繁。有一个人来找我大约有10年，最终是忘得吃开了。据我回忆，我是用了一个3i 充植体。如果我多考虑一下这样的案例，在我将充植体应用于前面的第一膜牙和后面的第二膜牙充植体修复体之间呢，保持近端接触面呢，可能减少松动。然而，由于无法避免超负荷被接触，这让我感到有些失望。回顾经历了这样的时间后，我意识到当时我们使用了很多螺丝固定的充植体，似乎我们总是倾向于在可能是选择表面接触。当然，教科书推荐电接触，但实际上随着年龄增长，电接触几乎消失，而表面呢接触变得更为普遍。因此，如果表面接触恢复良好，事物牵塞减少，螺丝松动也得以防止。然而，在很多情况下，螺丝固位体是不可避免的。如何处理多个单位的充植体修复体，以及如何处理咬合问题，它分为前部和后部。这是一个稍微困难的话题，因为理论上建议不接触，但随着进一步的研究，人们了解到磨牙应该接触，前牙应该有大约30毫米的间隙。所以这个想法是要制造大约30微米的间隙。当您考虑这种逻辑来源于何处时，它变得有些模糊。所以后牙自然下沉。当时加咬合历史，正如我之前提到的，下沉大约为25微米到100微米。如果您考虑一下，当天然牙齿上下接触时，位动约为50微米到200微米。后牙下沉后，前牙接触，这些前牙会发生什么情况？如果持续接触，它们就会松动。因此，在后部区域，基本原则实在是加咬合负载时，通过数学方法的效下沉量，并抬高前牙。然而，这里提到的30微米是基于非常健康的个体，这指的是那些臼齿下沉较少的人。实际上，如果牙周膜已经变宽，或者患者在某种程度上含有牙周病，移动量可以是 0.1 毫米。在那种情况下，您需要将其上调 0.1 毫米，否则所有的牙齿都会向前张开。基本原理是通过不长磨牙的下沉来抬高前牙，然后自然牙和充植体也必须相应抬高。它需要被抬起，但这里有些复杂的地方，因为当涉及到侧向匀起运动时，您无法抬起它，对吗？当自然牙齿和充植体在侧向运动期间共存时，天然牙最终会因水平压力而移动。如果您仔细想一想，只有固定的充植体才会暴露预侧向滑动，并承受过载。所以这可能会感到有点困难，因为这个问题也需要解决。因此，在运动过程中，由于天然牙齿会因咬合力而移动，那里必须均匀匹配。我所说的是，即使接触也是必要的。我认为方案是同时将它们均匀对齐。因此，我在进行前牙充植体手术时牢记这些理论。因此，我认为我能够与我的患者保持良好的关系。如果您看这里，他说水平和垂直重叠，据说这可以减少前伸引导中的横向力。这里水平和垂直重叠的意思分别是覆盖和覆盖距离。对于拥有深覆盖和深负压合的患者，充植体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计算这些并减少重叠是很有必要的。当有多颗前牙时，例如考虑到这个有中切牙是充植体，而做中切牙是自然牙，
另一个有趣的事情是提到了控制升负压荷和水平负压荷，咬合覆盖应该减少，咬合果长应该增加，以减少重叠。然而，当有天然牙齿时，如果只有一个冲肢体的形状不同，它就不美观。所以，这似乎是一个有些不一致的情况。因此，当是全口或有多个种肢体时，这是正确的。我也认为，可以有意地调整天然牙齿来控制整体的覆盖和前牙凸度，否则，当只是用单个牙冠时，就会变成一个不合逻辑的情况。根据我的经验，我们已一起审阅了这些要点。接下来，微虫肢体基态创造良好的生物力学条件，建议形成良好的偏正导向，但这有些模糊。如果我们遵循这个思路，后牙就是问题所在。但在后牙的情况下，它们最终会保护整个区域。在正中关系中，最大的牙间呢，交错和环接近发生在后牙区，使前牙处于非接触状态。因此，在正中关系的最大牙间交错状态下，后牙的咬合保护前牙。当移动到偏侧运动位置时，前牙有牵导作用，使后牙分开。因此，在滑行位置时，前牙最终保护后牙，形成一种相互保护的咬合状态。因此，它是这样表达的：这似乎不是间牙保护，而是相互保护。意思是前牙保护后牙，后牙保护前牙。在正中咬合时，后牙保护前牙；在偏心咬合时，前牙保护后牙，形成这种咬合方式。无论如何，如果犬牙存在，犬牙导向自然会应用。如果犬齿确实或通过修复体进行修复，那么犬齿成熟过度的咬合力是很麻烦的。有一段时间，韩国牙齿联想进行了意向调查，结果显示，如果加牙包含犬齿，根据我看到的已发表数据，牙骨只在4到5年内溶解，或者如果进行了多次，则会出现问题。那大约是20年前的事情，当时认为没有间牙引导的咬合是不成立的。许多人认为，如果这不是 gnatology， 那就是浆糊艺术。当然，现在汉学已经式微，几乎没有人强烈倡导它了，但在当时它是相当重要的。为了了解咬合，必须研究 gnatology。结果，几乎每个人都进行了间牙引导，造成了间牙灶接触。我认为这就是最终导致此类问题的原因。最近出现了一些倒退，考虑恢复犬齿，或者如果犬齿确实，则选择群功能。然后他们建议挂当地支撑基态以进行工作引导，但我不确定到底什么才是合适的。由于尚不确定何为最佳，目前大多数方案包括咬合不完全。换句话说，我们的目标是达到咬合不足。我们希望在冲肢体一侧游到轻微的泛汗，就是这样。如果在表演摸着时，另一方知道所有的秘密，会发生什么？这变成了戏剧而不是摸着。摸着是关于让观众在不知道秘密的情况下感到两奇。同样，在进行咬合时，患者不应意识到下颌前凸，因此泛咬合的程度应使的咬合测试值刚好能够轻松画出。有从8微米到30微米的 shim-stock 被解释为轻微接触。在最大牙间交错位时，应达到仅仅画出的位置。当咬合值被移除时，出来时应该会产生轻微的划痕。然而，问题在于，即使仅仅接触到一点 shim-stock 也不会画出。根据汉学，在后牙咬合时，下颌第一末牙应接触12到13个点。不过呢，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在某一个点接触 shim-stock 也不会画出，所以我对此不确定。曾经它非常流行，因此每位主任都检查了侧理，而且他们似乎还在这样做。当与我们医院的工作人员交谈时，他们说最近仍然听说其他地方在进行这种做法。这就是为什么一直在讨论持续购买 shim-stock。没有必要这样做。如果您在咬合值上盖章，咬合度就会准确显示出来。高点怎么办？成为靶心，重新被穿孔，所以没有咬合标记，周围区域呈现红色。在高点周围，它显示为红色或蓝色。无论如何，咬合值上显示的东西叫做靶心。这个注语实际上也来自美国及海外。由于牙科领域本身起源于国外，许多注语都是英语。无论如何，当您使用咬合值取音模式，
接触点的数量也会显现出来。接下来呢，您需要观察那些牙和接触点被标记的强度，然后在整个区域内进行比较。这将有助于确定冲肢体上的咬合点是高还是低，自然牙齿的咬合如何，以及自然牙齿试点接触还是面接触。此外呢，重要的是要区分我进行的冲肢体咬和试点接触还是面接触。没有战略和质量评估，就永远无法知道。一个人不应仅仅依赖一味的思维方式，比如高或低。您无法仅凭简单的高、低或相同来讨论冲肢体的咬合情况，所以要准确地进行咬合记录，战略性的分析并仔细检查其捕捉的性质。通过比较它们，您可以了解我提供了什么治疗以及患者的感受。如果您继续根据数据假设这种咬合的反应，您可能会自己意识到一些事情，或患者可能会给出一些迹象或反应。当您与患者交谈时，您可以发现他是强还是弱。患者也很多样化，有些人能接受较高的水平，而有些人即使稍微高一点也无法忍受。那些即便视行为下降也能迅速注意到的人，以及那些即便数值偏低也觉得没问题的人，没有唯一的正确答案。由于存在各种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取咬合这一膜进行战略性和定性分析，同时观察患者的反应。我们不能声称有一个绝对正确的答案。当患者轻轻咬合时与用力咬合时也有所不同，似乎让其尽可能的接近天然牙齿会让患者感到更舒适。因此，当查看咬合之时，不仅要检查他所做的冲肢体和修复体，欢迎检查剩余的牙齿、相对的牙齿，甚至整体观察相对侧的咬合点。有必要进行战略性、定性的比较分析。当然呢，只是谈论 Shim-Stock 是否滑动更容易理解。然而，如果您那样想，它变成了一个多项选择问题，只有2个答案，包含2个可能答案的问题，被称为是非问句。这些问题是最容易理解的。然而，这样简单的问题无法解释现象。但因为所有事情都只是通过观察这个 Shim-Stock 是否滑动来评估，我感到有点沮丧。总之，以这种方式在使用作诱导板进行检查时，有很多案例中一侧滑动而另一侧没有，工作侧不大滑，而平衡侧则又是大滑。在冲肢体患者中，很少有人具有正常的咬合，有许多平衡侧遭接触的案例。但举个例子来说，如果平衡侧有遭接触的牙齿确实，则需要一个冲肢体。工作侧较弱。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用何种方法，都会发生平衡侧的过早接触。一个平衡引导形成了，但我无法判断它是一个引导还是过早接触。然而，如果您决定将其磨平以清除它，您将无法实现正中咬合。由于无法建立正中咬合点，如果您进行研磨，它会变低；如果变低，就会要求重新进行。然后呢，再次磨削时期再次变得过低，导致来回的拉锯状态。最终，患者和我们都会感到疲惫不堪。我经历过很多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总之呢，只通过评估 Shim-Stock 是否滑动是不可能的。我们需要通过获取一个咬合记录来查看整体的咬合情况。同样适用预测项运动，所有指南都应完成。在战略性和定性分析咬合纪律后，必须评估天然牙齿和冲肢体的咬合。让我们一起看看患者的照片。我了解这位患者是在济州岛完成了他的冲肢体，他的住所靠近我的牙科诊所，所以他在济州岛工作，而他的家人住在我办公室附近。看起来他偶尔会在周末或者1个月至2次的时候过来看看。当这位患者来访时，他说他的牙齿非常不舒服，他提到他们很敏感，这个区域可能被称为鞋状缺损。这全部一除，切牙也一样，这很不稳定，一切都在这里脱落了。然而已经防止了一个冲肢体。如果您看冲肢体，它是暗含关系制造的，但是在这里它有很多的接触，对吗？在上颌骨，在右侧，这是第一颗磨牙，进行了咬合调整。看起来这好像是一位冲肢体技能稍差的医生做的。在咬合调整过程中，他们雕刻了这个区域，他们只是深深地雕刻出来了。这只是被深深地雕刻了，没有其他，它被深深地雕刻出来。
那么当这处于咬合状态时，会发生什么呢？千蔓牙变得过度咬合，因此处处形成蟹状缺损，导致局面难以控制。通过实左侧磨牙相比右侧处于咬合状态，千蔓牙承受着很大的咬合负荷，右侧情况相对较好，这也是一个冲脂体，已经调整了均匀的咬合。患者谈到了各种症状，比如这个天然牙齿的敏感性和对热刺激的一些反应。然而，我能提供的治疗并不多，所以我建议患者我们再尝试调整这个区域。我认为这颗牙被拔除了，并用冲脂体替换了。我相信他们在这里使用了一种叫做 SSR 的冲脂体，来自 Company O， 所以这看起来不错，但在我看来，它与其他冲脂体没有太大区别。无论如何，这就是发生的事情。由于它是组织水平的，所以它稍微延迟连接问题，但由于活动性增加切疼痛，它是过度咬合，最终需要一个冲脂体。我们该怎么办？咬合，我们可能会这样做：我们将追求均匀的咬合，只有那时，天然牙和冲脂体共同承受咬合力。当然，这一侧很快会陷入类似的情况。如果您看这里，看起来好像都断了，而前牙却很坚固。您可以看到前牙上的咬合标记是这样的，出现于此，红色的石牙间交错为接触点，蓝色的是非正中接触点。您可以在这里看到，它们都出现了，因为臼齿的垂直点降低了。这是由于牙齿磨损，智齿间、舌侧全都降低了。随着下颌向后移动，咬合变得更深。您可以在这里看到一点红色。最终，随着垂直点降低，前牙开始接触，前牙外展并超负荷运作，因此它们似乎在持续恶化。就我而言，我见过很多这样的患者。当他们来临时，我们该如何解决呢？逐步进行，每个步骤完成后，就会导致整个口腔的冲脂体放置，总共置入28个冲脂体。因此，当然，冲脂体被放置在这2个区域。在这里，我们也做2个。您可以通过去掉3个来跳过1个，但实际上没有必要这样做。所以您可以把它想成每颗牙1个，但是大多数人对此感到害怕。这就是为什么我这样想。有些事情已被了解，有些事情仍存疑。我有一个新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问题是当涉及到全牙冲脂体时，我们是否应该追求全牙倒向？早些时候，我们提到了进行阻功能。事实上，如果冲脂体非常稳固，或者连接非常牢固，针对全齿引导并不是一个批肘翼。因为如果一侧有间牙引导，对侧也会实现间牙引导，这对2侧都适用。然而，如果您在一侧进行全齿引导冲脂体，而负责引导的全齿缺失，冲脂体已放置，然后您必须提供用鱼腱压倒向的修复体以保持对称。如果您不以全齿道相为目标，冲脂体的对称性会偏迟。所以，我们需要仔细考虑我们应该如何接受这些事情，然后情况变成冲脂体超载。然而，如果骨结构是健康的，重要的是使用尽可能大的冲脂体，并建立强有力的连接以创建全齿引导。无论在何种情况下，这是因为创造课程受横向压力的条件会导致全牙引导。如果是用较小的冲脂体或连接的稳固性不足，意思是有机结应力或不良贴合，即缺乏精度，然后就会出现这些情况。当全导向被应用时，最终会出现与冲脂体有关的问题。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使用注入组功能之类的方法，将高度对齐到与邻牙相似。这可确保全牙不仅仅接触全牙，导致超负荷。然而，这是否是正确的方法上不确定。在我的情况下，当应用间牙引导时，如果负责间牙引导的牙齿丢失，我有时会为全导向冲脂体放置一个长度为13毫米的冲脂体，而其他时候我放置了一个直径为6.2毫米的冲脂体。不管怎样，如果有骨头，我会尽量植入最粗最长的冲脂体。
接下来，我选择一种连接牢固的冲脂体类型，如锁定椎毒或 Thorax。当修复体完成时，应用全池道向。否则，如果是用常规冲脂体，它可能会通过足功能来完成。另一个问题是，如前所述，前压冲脂体的讨论。所有相邻的牙齿都在移动，所以当前压道向允许切牙接触时会发生什么？只有冲脂体接触，而其余部分则移动，因此不可能创建前导型。这种情况很常见。如果邻牙移动，首先引导邻牙移动，然后是冲脂体接触。我也是这样做的。在某些情况下，通过使用关敲来减少相邻前牙因牙周状况不佳造成的问题，或在进行冲脂体之前稳定牙齿的松动。如果预后看来不佳，建议进行额外拔牙。告诉患者，旁边的牙齿太松动，所以这颗冲脂体可能是唯一保持接触的肢体。如果他同意，再绑定2个或3个种肢体，以让冲脂体能够处理前导。让我们以这个概念为基础来审视内容。经过考虑，在之前的正中关系中，就吃的正中药和保护了前牙。在偏心关系中，前牙的引导太生了末牙，通过有道接触牙和接触，建立相互保护的牙颌。这就是所表达的意思。解释起来是这样的：如果天然牙齿状况良好，其实冲脂体可能会稍显未被充分利用，它们可以减少接触。如果天然牙的颌支持良好，天然牙会保护冲脂体，而且如果有许多天然牙，则冲脂体可以稍微少与天然牙接触。因此，建立药颌关系是为了让天然牙齿保护冲脂体。反之亦然。在有很多种肢体或者冲脂体的支撑良好的情况下，药颌主要围绕冲脂体形成，这使得天然牙齿略微避免接触。当颌历史驾驶亚周末起到减震器的作用，并发生变形。该方案旨在形成相互保护的药颌关系，其中冲脂体可以保护天然牙。所以，如果天然牙齿的状况不好，我劝说患者，我问他们是否会考虑再多做几个冲脂体。有些患者提出这样的概念，认为拥有20颗牙齿可以确保活到80岁，而另一些人则认为绝对保存天然牙齿是至关重要的。拔除任何即使有一点保存机会的牙齿，对于牙医来说都是不合格的。然而，您必须看到整个情况。如果您继续忽视可以动的天然牙，就会开始用不可以动的天然牙进行锯角，这导致那些天然牙齿不能持久并一起崩溃，导致两败俱伤。但是呢，通过防止冲脂体并用修复体支持药颌，它变成了一种相互保护的牙颌形式。然后剩下的天然牙齿将持久耐用。因此，您需要考虑整体情况。如果仅仅专注于保护自然牙齿，相邻健康的自然牙齿最终也会掉落。这一直是个问题。由于这些协议在防之后补充脂体时，使它们稍微接触。但是如果所有的末牙都用冲脂体修复，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仅凭冲脂体无法形成轻微接触。当进行全口康复时也是如此。当所有牙齿都脱落并进行全口冲脂体中间时，我们应该如何设计药颌？即使对颌牙是一齿，也应实现完全平衡的咬合。因为您想象假牙的话，关键是确保假牙无论您在哪里咬都不会摇晃。建议保持完全平衡的咬合。所以我经历的是 I 公司先前开发的一个方案，那是20多年前的事了。那是全导向非常流行，已经差不多25年了。那是 I 公司培训中心的负责人访问了医院，所以我们交谈了。结果他是意大利人，而且他父亲似乎是意大利人，而他母亲可能是德国人。当时他展示给我们时，他也在使用全齿导向制作假牙。我不确定他是如何保持的，但也许全齿引导理论是唯一幸存下来的，因为药颌理论已经被反复应用。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但事实上 I 公司是在开发一个医齿系统的同时，第一个开发哥特弓系统的公司。看起来他们从瑞士一所大学的修复课获得了很多支持，因此他们设计的不是全齿导引，他们称之为生理性药颌，它是为每位患者量身定制的。接下来
全口义齿是依照完全平衡药盒制作的，但生理药盒的概念呢，几乎已经消失。我感到亮讶，因为看起来好像只剩下减压导向，而佳雅也在尝试进行减压导向。然而，那并没有持续多久，最终消失了。它似乎已经恢复到最初的状态。即便现在呢，似乎仍然很少有人愿意使用全齿导向制作佳牙。如果有人坚持这么做，我会质疑其能力。我很抱歉，这有点极端的表达，但这将到治愈患者发生冲突。患者会一直回来说佳牙掉出来了。如果牙医继续坚持全齿引导，从患者的角度来看，那位导演可能有一些学术地位。我不仅认为您不考虑我的痛苦和不善，所以我认为坚持全齿引导是不合适的。像冲肢体覆盖义齿这样的病例也很困难。我曾参加过一个关于 ITI 冲肢体的研讨会，在那里请来了一位经济学家谈论冲肢体行业，而且您知道过去有类似的东西，农业，他谈到了从农业国家向工业国家的过渡。ITI 冲肢体表示，他们花费大约10年时间开发冲肢体，并进行临床实验10年，然后才开始销售。在我们国家，发展迅速是因为冲肢体被复制，但 ITI 冲肢体认为，当产品开始在国外被复制时，行业就会变得腐败。他还想细谈了覆盖义齿的结果，那是冲肢体非常昂贵，使用的人并不多。覆盖义齿通常是用2个或4个种肢体完成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用了2个种肢体。在我的记忆中，2个种肢体的5年成功率大约是82%或80%，而对于4个种肢体的5年成功率接近90%。然而，在前导性药盒的情况下，冲肢体通常防止在下颌前压，在那种情况下，它们不会持续很长时间。所以问题是，即使在做冲肢体覆盖义理时，是否也要使用减压引导？很难想象，不是吗？但您和几乎所有人一样都是这样做的。我不能理解呢。当应用全齿导向时，您通常是用 double 附件或其他附件，然后在那里安装一个 O 型圈。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O-ring 有像小材料支撑，所以在6个月后，它就会撕裂和磨损，最终必须更换。每6个月必须更换一次。看到冲肢体周围的骨吸收，有点令人沮丧。由于这种事情频繁发生，当我们进行冲肢体覆盖移植时，我们开始质疑为什么要做全导引和前导引。难道我们不应该做完全平衡的药盒吗？这就是出现的那种问题。药盒的研究从这些问题开始。这并不是您一开始就知道答案的事情，这挂用于所有类型的研究。您学习是因为您不知道，而您意识到事物是因为您学习。随着您的联系，您会开始理解事情就是这样的。我常说，知识和领悟之间是有区别的，经验和智慧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我们可以通过阅读书籍获取知识，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内容都是正确的，所以在某个时候您会理解这一点。随着您的继续，您发现大约90%的论文变得毫无意义，而大约5%则成为持久的知识。即使书中所写的内容也不总是严格遵循书本。最终，您通过直接实践来了解，这种方法可能不太正确，这样做可能会更好。您会逐渐意识到这些事情，您会意识到，所以呢，最后是只会被吸的，而不是只是。进行冲肢体覆盖移植并不困难，在前压去脂肪治了2个或4个种肢体，然后附上附件，并继续处理覆盖移植。药盒很困难，药盒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从我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重要的点。当我在考虑这些事情时，我开始思考如何以最佳方式处理它。我意识到这个问题可以通过数学研究来解决，而这个问题一直被反复提及，所以我们似乎找到了更多的方法。许多有这些类型病例的患者来找我们，这是一个必须以某种方式解决的情况，对吗？问题开始的地方，我们需要知道如何纠正它。如果您想这样看这里，冲肢体周围炎液发生，那么这里的冲肢体有问题吗？请仔细考虑，这是表面的问题吗？或者是什么问题？尺寸小吗？它的尺寸不小。看情况，如果您看药盒平面是它这样突出，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
这有点难以立刻理解。在我看来，充值体手术的时间可能会有所不同。上颌牙已经升高，未经处理基础并进行充值体治疗后，在拔除对牙颌髓后的充值体治疗后，产生了与咬合曲线解体。正如您所见，在其他地方是天然牙齿与充值体，充值体与天然牙，因此这一侧可以被视为在咬合历史架是自然牙齿的屈服，不是吗？然而这一边无法避免彼此，这是因为它移动了大约3微米到5微米。对于天然牙齿的情况，我认为它们会移动超过100微米。在这里，当然，由于所有事情都是捆绑在一起的，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是这里会移动3微米、5微米，这里也是一样。这里它将再次移动超过100微米，它也会特别移动。因此，假设它可以横向移动几乎200微米，所以最终有一个过程，其中某些运动的结果被抵消，但其中彼此之间没有妥协。这是一场激烈的对抗，强与弱是弱对强，但这个是强对强。所以呢，最后总会在某处出现问题。他很虚弱。自从我们第一次见到他以来，他一直是受害者，但他也是加害者，因为他更大。由于下颌骨较密，而且上颌骨已经发生了骨丢失，我们称之为充质体周围炎，那就是您对他的理解。因此，如果侧面出现问题，并且像这样突出，如果要和平面不均匀，一个过早接触在侧向发展，最终，如果您观察正中关系，因此强对弱、弱对强以及强对强，最终形成了一种不可避免导致充质体周围炎的结构。我希望您会在后面多做一点，并相互分担要合理。在这里您可以看到，这是千万牙，这是第二千万牙，接下来什么牙？我没有做后面。这里更有趣，这是全齿，我们称第一千万牙为4号，第二千万牙为5号。然而，如果您看这里，直径是4.5毫米，这个第一磨牙被称为6号，直径5.5毫米，所以后面的部分不接触，只有这个部分持续接触。最终，这是一个骨头无法不被吸收的结构，很难表达，没有其他办法。有些人认为细菌会破皮骨骼，他们还进行细菌培养，并迅速识别致病细菌。然而，在我看来，那可能不是由于细菌，因为细菌不能尽在这个区域生长。为什么这在这里没有发生呢？这里也是。为什么不会发生感染呢？这里也是一样。为什么感染没有发生？想想看，如果细菌是原因，在口腔中没有边界，一切都是相互连接的，整个口腔。因此，很难得出结论骨流失是由细菌引起的。在我们看来，这种知识似乎是毫无意义的。然而，细菌是可见的，而力量是不可见的，这无法用肉眼确认，没有其他方式能看到这样的结果。我们需要观察结果，比如骨吸收、骨折或松动。然而，如果人们仍然试图在细菌中寻找原因，那么很难意识到真正的理由。当然，细菌理论是主流观点，所以很难多说。当骨头被迫派时，会导致继发性感染，然后细菌就会形成。当您培养以这种方式形成的细菌时，当然您可以看到细菌，看起来感觉细菌已经溶解了骨骼。我们别无选择，只能那样想。然而，我们觉得这是一个过度的说法。无论如何，我相信好好研究这个过程也会有帮助。所以您看，也有像这样的情况。您现在会看到，这是一个充质体，这是一个充质体，但没有太多的负荷，然后空间也被创建了。所以这些案例使充质体持久耐用，因为它不承受咬合力。事实上，这位患者已经使用这种植牙充质体超过10年，并且没有出现任何问题。而当您填满空间时，它会扩宽。所以当您向患者解释这一侧被抬起，并且您也会稍微抬起这一侧时，患者会感到非常满意。这是一个明显的问题。所以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创建了空间。
当您尝试引导他时，他是面墙接触吗？在这里，他几乎面墙接触，右侧工作，对吗？然后右侧开始工作。对不起，他在这里想做起作用，想做工作，再向右工作，所以要和你几乎没有接触，所以它是一样的。无论您怎么做，要和你都没有接触，所以会太深很多。所以这最终意味着充质体处于一个不会松动的结构中，除非毗邻牙齿或剩余的牙齿丢失。除此之外，充质体具有绝对不可能松动的结构。颌面就是这样的，所以它变成了一个简单的充质体。在前牙和后牙进行充质体时，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太高后牙，前牙也是如此。您不应该考虑这样做泛含，因为需要形成前牙引导。当然，在最大牙间交错位置时，前牙会变成泛含，但在其他情况下，它不会变成泛含。所以，如果您对此进行一些研究，您会发现相同的事情在反复出现。他年纪稍大，所以他决定在下颌做全口充质体，但由于他非常害怕，他只做了前牙，没能做末牙。此外，正如您所见，他连接了基台，进行了铸造，然后像哑铃型牙冠一样盖上了充质体。原因是，如果我们是用像 O-ring 一样的橡小附件，它需要不断更换，所以我刚开始使用金属材料 I-bar， 或者我们是用像这样的金属锥形冠，这似乎是最方便的。我认为这是最令人满意的，我就是这样做的。如果您查看口腔内部，您可以看到这样的基态，这也稍微磨损易匹配滤镜。接下来，正如您在这里看到的，我们连接了充质体，并以这种方式进行了创建。所以，我这样做了，看来没问题。我这样做已经很长时间了，但最近我才用关修复来进行这种操作。然后你的方向以明显转向充质体辅助局部一迟。然而，问题是，当您查看正中位置时，有均匀的接触，偏心位置是蓝色的。您可以看到有一个平衡盗版、一个工作盗版以及一个平衡盗版。所以重点不在于充质体覆盖一迟，而在于是否能够创建一个完全平衡的咬合。接下来，加压的最大咬合力应该将上下加压固定到位，因此需要将其稳定下来。只有在达到稳定的情况下，它才能发挥作用。如果正中关系牙和在三维空间中没有对齐，然后这些加压会滑动，然后嘴巴就无法控制，绝对不。我见过很多。如果这些加压在咬合过程中相互摩擦，他回来医院是因为他的牙啃持续疼痛。所以如果这里痛，您就在这里修正；如果那里痛，您就在那里修正。如果您不断修正，所有的加压边缘都会消失。这种情况很常见。目前上颌和下颌的加压都没有抓握力。当这样按压在一起时，它应该在三维方向上稳定并锁定。如果这个移动了，或者如果您滑倒，然后它不会把那个放进他的嘴里，努力是没用的，这只会导致与患者的冲突。所以我绝对不这样做。如果您这样把它放进嘴里，然后正中违背老骨的设置，正中关系疫情喜鹊里，当您看它时，它正在起作用，然后达到平衡。这是如何实现平衡的，并且它正在起作用，平衡已捕捉，所以加牙不会移动。这位患者呢，也是一位年龄较大的患者，他戴假牙已经有大约10年了，但他仍然很好的使用着这些假牙。他只来做检查，而且这位患者年龄相当大，他80多岁到90多岁，绝对没有问题，所以我认为不需要进一步的特别处理。您大约2年没来了，我很好奇您过得是否安好。无论如何，应确保它可以长期使用而没有问题。如果您看这张图片，它已经超越了全齿，这个称为交叉。因此，正如您所见，这一切都被称为垂直支持。您可以看到工作侧的夹侧和摄侧接触，设计平衡。
这是一张非常典型的图片。如果加压是这样的，即使没有冲质体，它们也能很好的发挥作用。正如您所见，在全吃之后，上颌的加减和下颌的射键呢，提供了支持，并且平衡也在接触中。上颌的射侧键和下颌的夹侧键接触，这很常见。如果是这样的形状，无论您怎么移动，加压都不会脱落。即使在前进时也是如此，即使在向前推进时，前部接触了，所有的磨牙都接触。您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制作加压的方法。那么，无论您在哪里聚焦，加压都会保持稳定，而这些加压绝对不会很快就损皮。即使在有凸起的情况下，至少只要您完全显露下颌，上颌的夹尖和下颌的垂直间呢，起到引导作用，界定了加压的垂直距离，它不会移动。这一件重要的事情，即便是做后推或后退运动也是一样的。如果您查看下巴被拉开的照片，您会看到上颌的射侧间牙和下颌的夹间牙，这些被称为支撑间牙，它们形成了后向导引，是一样的。前部它与前导形成一个三维空间，后部与后推导相形成一个三维空间，并包括工作平衡。因此，牙托具有三维稳定的结构，并接受冲质体的支撑。冲质体不仅对骨位没有贡献，而是水平稳定性和垂直支持。冲质体支撑具有垂直支撑，然后咬合力进一步增加。随着咬合支撑的增加，您将能够更好地使用加压。因此，冲质体不应成为主要关注点。您在制作一吃时应主要考虑其咬合关系。如果您不能这样做，我认为我们做的任何事情都不会好。无论我做什么都没有效果。几乎没有牙科技术员执行这种咬合，那是我们的问题。我们需要学习并加以应用，但是您只是在尝试做那些太容易的事情。事实上，目前没有多少牙科技术员在尝试了解加压了。我在牙科实验室技术领域工作了很长时间，因为我相信这是正确的。我们正在努力培训一名可以处理这种咬合的牙科技师。我们正在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所以我认为考虑这些事情会很好。看 CT 扫描是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而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观察案例。如果您看 TMJ 是没有磁盘，一切都毁了，什么也没剩下。在这种情况下，根据 TMJ 标准进行修复是没有意义的。即使您测量了刻图导向，也无法得出结论。不对称，右侧也一样，几乎没有。这个案例现在的结果是，这并不是通过修复体的刻装主要因素完成的。如果圈口康复作为咬合的主要因素来进行，它似乎与刻图很好的协调。而这种意识的咬合保护着 TMJ， 因为在这里实现了和谐，让我们更仔细地看看相互保护的咬合这个注语。咬合保护 TMJ， 反过来说，由于咬合反映了 TMJ 的运动，可以说 TMJ 控制咬合真是一个过程。正因为这些作用，在某些方面它超越了前压和后压的互相保护什么和，总体上实现了平衡，因此可以说存在相互保护的咬合原则。每当我看到几位患者时，我想知道在颞下颌关节被这样变形时，患者必须忍受多少疼痛。在这个小时的过程中，关节彻底磨损了，这意味着测量磨损量已创建一个新的咬合。事实上，这个逻辑没有道理。在过去，一位名叫 Dr. Schultz 的人，发明 NAT 的德国学者来到我们医院，并举行了4天3夜的研讨会。他进行了关于使用该设备和计算机测量刻图，然后根据这些测量制作修复体的讲座。有段时间，这被称为咬合指南。他是一位因牙和向导理论而享誉国际的人 ，Dr. Schultz。您可能这样认为，但是用病理数据进行全口修复冲质体的意思是，这不合逻辑。使用病理数据进行牙颌点或颞下颌关节治疗，那不正确。所以
现在看来，这些东西并没有被多加测量，有助于诊断，但是因为它不能用于治疗，它仅用预测量长度。可以说，治疗将根据这些数据进行，这没有意义，是吧？所以这些说法大多已经消失了。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方法让咬合保护 TMJ。如前所述，通过3位抓握力保持牙颌间隙，或者下颌的运动通过牙齿的引导而稳定。与此同时 ，TMJ 和彼此实现平衡，这些概念变得更加重要。如前所述，将颞下颌关节作为主要因素进行测量，利用这些数据进行修复。我认为这种概念已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了。我现在有这个想法，所以这是情况。另一位患者，但他也已经接受治了有一段时间了，所以截至目前他是 All on X， 但是在过去他被称为完全骨支持的假体，完全骨支持的修复体。有一个修复体，大约30年前，关于 BrainMark 种植体有一本书介绍了许多这些新技术 BrainMark 种植体。所以当他引入这些新技术时，也出现了类似这样的情况，那是有一种叫做梅穴锥的基台，我们现在称之为多单元基台。我经常使用这个来复制修复体，因此这是通过胎铸造完成的。这是关于多单元基台的，从 All on X 到 All on 10， 如今也有 All on 6， 还有 All on 8。在 BrainMark 种植体中，最初开发了 All on 6， 然而我感到不安，因为后面断了，这个加压的框架总是断裂，因此现在建议尽可能进行 All on X， 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第7颗牙齿不进行修复，所以变成了 All on 8。如果无法在后面充值，它就变成 All on 6。完全骨毛种植牙修复通过 All on 6完成。最近，它经常被宣传为 All on X。似乎有一些个人从哪项技术中获得了显著的经济利益，所以您认为那种技术是特别的？这是一项存在已久的技术。多单元基态在海外热销的原因就是这个，但在韩国效果不好，因为咬合力很强，它不能很好的承受。所以这里有一种叫做 All on X 的东西，而且如今还有 Magic 4理念，秩序防止4个种植体。我不能理解。如果对颌牙是一迟，这是有可能的，但不管您充值的是6枚还是8枚，这都无关紧要。我不认为那会奏效。看起来您好像失败了很多次，所以有一些人正在遭受痛苦，有很多，不止1、2个。过去一个人在上颚植入了8各种肢体，但他们全部掉了出来。患者可能在那时接受了大学医院的治疗，他似乎得到了大约4000万到5000万韩元治疗费用，之后一切都崩溃了。因此我记得我们有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在打官司，所以这有点困难。无论如何， All on X 的概念不是最近才出现的，它已经存在很长时间，而且它是与 BrainMark 充植体。这项技术有一位来自西班牙的亚裔推演至全世界。突然他进入了韩国，对我们来说似乎有点好笑。无论如何，如果加压是全套的，这种药盒如何起作用？在完全骨铆顶充植体修复体的情况下，必须保持完全平衡的药盒。据我所知，他是一名针灸师。我通过充置10个充植体来治疗他。在那名患者所在医院的同一座大楼里，有一家牙科诊所，那里的牙医对我说了很多屁话，所以他来了，然后生气了。其他地方说只需要充6颗，那么您为什么充值10颗呢？这不是过度制了吗？他这样抱怨道。我记得他是我合作的导演的叔叔，然而他说他仍然是用得很好。看起来大约有15年了，已经快15年了。我们继续睡房和管理，并维持了大约15年。我当时也受到了很多批评。他现在很满意，但那是很困难。所以我不明白为什么他说脂肪直流各种肢体就可以治疗。还有这样的患者，如果您看这里，磨牙区是确实的，那么我们应不应该拔掉1颗或2颗牙齿并做充植体鞘呢？如果我们也在这里去除一个，它将成为 Magic 4理念。那么嵌牙呢？所以每个人都在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因此在上海防治充植体是麻烦的。您可以先进行固移植，然后再进行治疗，但估计乎不存在，它不会持续那么久。
这位患者到目前为止也使用得很好。All on X 没有意义，捏下颌关节是健康的，所以没关系。义齿已经取下，然后上颌骨用圈口义齿修复，而下颌骨则用固定鞘修复。一旦您把它放进口中，它就完全适合。正中接触和片形，所以看起来他也已经做这个大约15年了。我是用得很好，没有任何问题。我在一个地方从事牙科工作已经超过30年了，所以如果这种治疗出现问题，可能会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它被捕捉到后腿的位置，所以大家都喜欢它。最后，您是让牙齿接触还是分开？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同时将它们接触或者类似的问题。接下来，与其造成任何干扰，不如同时接触左右两侧。如果嵌到鞋面时候牙分齿，互相保护的咬合会导致一侧分齿，而另一侧接触。这些情况正是咬合的体现，所以我认为这需要进一步研究。我们今天就到此结束。在下一节课中，我想更详细的讨论牙和接触点，并介绍一些使用方法。所以最后，如果您考虑到这一点，您是进行接触还是失去隔离？这个数量应该是多少？应该接触多少？这些几乎都是那种故事，让我们再多考虑一下。我相信做出明智的决策会带来良好的治疗。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